干嘛？怕蜘蛛。好大啊，拍不到。它过来了。你怕吗？我不怕。那也摸它一下。我还以为真的要摸呢。大家好，欢迎来到离线玩家2的频道。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角是华为 P6080 Pro 5700的电池，处理器呢应该是9020吧，它专网没有说。又不说了。1.5K 的屏幕垃圾好吧？那怎么你厉害呀？今天小米15S Pro 6100的电池，2K 的屏幕，玄界 O1 的处理器。不是做过了吗？哎呀，今天厉害了好吧？都是号称国产自研，今天就来碰一碰。然后我这个电池虽然大一点呢，但是屏幕分辨率也高一点，估计这俩呢续航也差不多，就碰一碰好吧？我觉得我应该吊打你好吧？你肯定不是我，小米2K 屏幕还赢着锤子。你废物！相关的设置及流程呢，我们会打在公屏的某个地方。大家如果喜欢视频，不要忘记了一键三连关注。接下来就开始今天测试啊！现在打王者荣耀。旁边就是小米，你压力大吗？完全不慌好吧？吊打他等会儿。我主场加持啊，随便吊打。如果不出意料的话，华为的王者应该是开不了最高的啊，非常之垃圾。开不了就开不了呗，确实是开不了，确实是开不了。我觉得华为120帧和 HDR 还是不兼容啊。习惯了。那我们就保一下帧率吧。4兆画质啊。屎啊，就是屎，跟 iPhone 一个水平啊，我都不想说。跟 iPhone 一个水平怎么了？很差吗？很差。你这个芯片不也是对标 iPhone 吗？所以我能开最高啊。iPhone 开不了啊。哎，感觉今天完全不会降帧啊。我们2款手机带的都是原厂壳呀，我觉得白色就是透明的。哎，小米这个15周年纪念版的壳啊，非常之帅气啊，用料也是碾压的华为，价格还比它便宜啊，屎。什么东西啊？你这壳就说是屎是吧？第一把就王者荣耀5v5开启均衡模式啊，应该是不会降帧啊，开始了。你有什么别的模式吗？是有一个模式，等会儿用的话再开。关于这台机器的来源呢，哎，感谢我们的金主爸爸空强的赞助啊。怎么又是金主爸爸？这是他抽奖抽到的一台小米15S Pro，非常之巧啊，也是让樱木付出了身体的代价。不是你付出的吗？我们现在看一下2台手机亮度啊，左边是华为。你赢了呀，你这个赢太多了呀。快点啊，废物！不是你怎么不说话了？我开启之后它是降了一点，之前没这么暗的啊。我们现在没有太阳直射呀。但是确实稍微有点暗了，我看着肉眼看着啊。你开亮一点，开亮一点。稍微吗？你按很多哎。我得拉满，我已经拉满了，我感觉还是你亮一点。看看，小米拉满了。哦，拉满了，差不多。其实肉眼看的话是。你自动亮度条现在多少？华为这边还完全没有拉满嘞。还差了1/4吧，我反正已经拉满了。对啊，2K， 所以亮度没有那么高是情有可原的，功耗嘛，对吧？很正常。就硬扯吧你。你又情有可原了啦。对啊。这把游戏没有2分钟，这华为怎么90了？这个刚到2分钟啊，这个。哇，好亮啊！啊，不是亮吗？我开着游戏模式。你有游戏模式啊？有一个什么性能模式？华为这个长按下面的导航条有一个高性能的模式呀，我开启。有用吗？没有啊，还是90。哦，开启了。哦，开启了，它突然跳到120了。那亮度不行呀。反正我拉满了，你看着办吧。这打了快5分钟，你这个降的好多了。啊，那我调低一点，我调低一点了。亲密。这样。好亲密。哎，又来。我怎么感觉你这个通透，对，比你的屏幕好。我们2台手机都是开了一半音键啊，但是听着感觉华为的声音要大一点。就是大一点。所以我华为就往上又，所以我小米又往上调了一格。而且我打的过程中感觉，虽然我亮度已经拉满了，但是打着还是会掉。我就把亮度锁了，但是感觉还是没有一开始亮啊。它在给我偷有点降了。你怎么不嘲讽？过程中我们还是会保持亮度一致的啊。我觉得这个亮度我打游戏完全够了，真的。你那个亮度我说实话有点太亮了，你那个是异常亮度。这把游戏打了快12分钟，小米现在帧率在缓慢的下降，稳住120了。啊，现在已经102了，刚刚是稳在110多。是谁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说不会掉帧啊？你不2分钟锁90了，叫什么？我没说过那样的话呀，是谁呀？我们这把游戏打了13分钟，华为在2分钟左右的时候锁了90帧，然后我们就开启了它的高性能模式，它就恢复到120了，没什么问题啊。还没掉吗？就没掉了，特别稳。小米打了快12分钟的时候是稳在了100帧左右啊，最后也没有掉出100啊，队友太强了，直接给对面平推了。第二把呢，我们就开启90帧，然后自定义里面开到最高，极致加 HDR， 看这场的表现怎么样？还是王者荣耀5v5。90你不应该是掉了吧？华为我已经把高性能模式关了。这把游戏打了不到2分钟，这怎么就70来帧呢？70、80帧，可能是上一把的热还没有散出去吧。79、69。OK， 67，哎呀，小米也是一样的情况，一开始进游戏就是70多，现在已经60多了，降到了。
那你们把壳都摘了吧，现在65。哎，你这没比他好多少呀？你不如我呢。我确实有点胖，这上半部分。摸一下。哎呦，过3秒吧，哇！你都没有华为烫啊？打了4分多钟，我的小米应该是快要锁60了。你看，现在60帧，60啊，然后经常是61。哎呀，我们把新的模式打开吧，这玩的太折磨了。我还好啊，我70来帧，我不怎么折磨啊。刚刚在那大放厥词的是谁呀？看到之后，小米已经恢复到90帧了。OK， 你这个只能用那个语音控制吗？它就是长按这个导航条，它会出现一个小艺助手。现在不，你要赶紧，你趁它识别出来之前，赶紧按这个高兴的。90帧了。这把游戏打了10分钟了，看见2台手机的亮度啊。一开始亮度是差不多的，现在这个小米已经拉到最高，但是它亮度只能是这样的呀。我刚刚看着它，眼睁睁看着它从一个亮变暗的过程。好菜呀！我还给你拉到那么低呀！你拉低一点，能看清吗？这是人看的吗？我们这把5V5 90帧加 HDR 画质打了19分钟啊！2台手机一进游戏都稳不住90帧，反正后来我们都开启了性能模式，是稳住了。但是游玩过程中，我这个华为是烫一点，尤其是上半部这一块。然后小米是玩的过程中会偷偷降了一点亮度，整体亮度还是华为会高一点的。现在华为还有93的电，小米还有92的电啊！哎，你怎么这差1%啊，很正常。我们已经在微信里面拍了1分钟的视频了。华为这个默认是1080P 的，但是我们之前看它1080P 那个拍的视频比正常的大很多，所以我们调成了720P 啊。小米就是在微信里面默认的。OK， 那我们现在来发送一下来，我点。哦，华为是没有导出的啊。我们还是同一时间拍完的。哎呦，华为就要发完了，我感觉它是一边导一边在发。它已经发完了，然后小米还没有导完。小米的导出是比较慢的，但是发是很快的，而且现在这个屏幕亮度是右边的小米要高一点。再重新开关一下它们的自动亮度啊，重新开关之后又变成华为比较亮了。我们现在再看一下他们俩拍的视频大小是多少啊？华为这边是50多兆啊，小米这边是10几兆啊，就差的也有5倍啊，但是华为是发的更快的哦。我们现在准备在他们默认浏览器里面下载一个1G 的视频素材啊，这个小米怎么一下子又这么暗了呢？刚刚开关过的呀，再开关一下，它没有反应啊，它没变化这个亮度。华为的开关过之后，它还是比小米要亮啊，那就这样吧，就都是他们自动亮度了。3、2、1，我点。华为这个好快，整整有40兆每秒。现在大概是35。小米这边就10几兆啊，耶，小米好像抢来了。完了。哇，小米40多，又下了。华为下完了，小米。大概慢了3秒钟的样子。现在我们2台手机在电信卡打电话，联通卡刷抖音。来吧，先慢点。我觉得小米这个屏幕暗一点，而且刷的感觉卡一点。我感觉卡一点。感觉动画没有一般。华为这个点赞还是也慢一点。那你刚刚游戏跟手吗？游戏还可以，小米这点赞就很跟手。哎。华为也有那种滑了一下响应比较慢哎，感觉这2台都不怎么样哦。这慢刷都已经能看出区别了，小米这个确实是又不跟手，然后感觉又有点卡，稍微快一点吧。哎呦，小米这个好卡呀！哎，机身发烫，感觉这辆没3速。我们在最快吧。有点刷不太动，哎，其实我手动的很快了，但是你看画面好多都是黑的。对。这还是华为好一点啊，在这种最快的情况下。大家看啊，我软件都是开的120啊，但是这个里面已经锁60了，你看，然后桌面也是锁的，哎，桌面刚刚锁60，现在回来了。但是这个设置，哎呦，设置还60，我感觉就是温度过高锁帧了。这个，好难受啊。现在我们用联通卡打电话，电信卡刷抖音啊，慢刷。华为就是点赞不跟手，但小米就是滑着不跟手，你看它加载的也有点慢了。这慢刷加载时间也好久啊，感觉。对啊，动不动就黑的，有点，哎呀，真不太行，有一说一。我感觉小米一旦发热，这个表现就全方位下降。确实，那我们再快一点吧。你怎么是4G 啊？哎，哇，怎么回事啊？
不动、啊。这个电信为什么现在是4G 啊？电信卡绝对没有欠费啊，朋友们，我觉得可以了，就是很明显了。对，吊打你。华为这边是很快的，华为这边没有什么问题。我现在同时握着2台手机，这个华为这个背面，尤其摄像头这部分，明显是要比小米还要烫的，但是表现呢还是小米要保守一点。我靠，原来华为才是真正的为发烧而生啊！由于现在这2台手机表现都不是小米的表现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给2台手机都散下热啊。什么东西？华为也挺烫的，华为挺烫的。现在多少度32度啊，跟平时差不多啊。那可能是我们王者亮度开的比较高，机身发热比较严重啊。你亮度不高呀？一开始比较高。现在我们使用高德地图进行步行导航啊，这个初始位置是华为要准一点了。它就算停下来，它也是在我们在的位置啊。小米给我导到前面去了，我看走起来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吧。走的过程中，我们虽然打着伞，但是手机都是放在外面晒太阳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亮度，肉眼看是华为的亮度会高一点啊。那没办法了呀，我看看能不能拉高吧。我也看看能不能拉着。OK， 小米现在已经拉满了，就这么亮了。我觉得现在华为也拉满了，比你正亮了，好像。那蛮多了。位置小米就一直在它规划路线上面啊，然后与我们实际位置是有一点偏差的。华为也是一样的，稍微差了一点点。我把华为的照度地图缩小到桌面，它还是没有那个悬浮窗的呀，所以我只能手动给它右上角拖到。那我们一边就这么看，一边刷美团吧。我现在一边高德地图一边刷美团啊，这一进去小米就是60帧啊。哎呀，但是倒是没有白色加载的情况。然后发现小米也出现了之前 vivo 跟 iQOO 一样的问题啊，它高德地图我点进去3D， 然后我挂到后台，它就变成2D 了。OK， 我这个华为右上角悬浮窗有点问题，我看不到我的正确位置。OK， 它的位置其实在这个最上面，看到没？在这里。然后我继续导航。又上去了，直接把照的地图放到最大吧。你现在这样子刷美团会卡吗？有一点点不真手吧，好像。我们导了15分钟啊，现在在大太阳底下，这个小米的亮度，我觉得勉强够用吧，没有到蓝场那种几乎就是看不清的情况，勉强能用，我只能说。华为的亮度跟小米差不多了，也没有之前那么亮了。导航现在让我们直行啊，我们又不小心走错了，选择左转，看2台手机怎么规划啊。我们已经停在这个地方很久了，因为樱木去买水了。这小米是出现了虚空行走的迹象啊，它一直往右边走。对，你看它这个数字还在变呢。对，现在300多米，跟这个华为差了50多米了。华为是走了一下，然后停在423了。但是现在屏幕的亮度的话，是右边的小米会亮一点啊，华为这边在太阳下几乎有点看不清了。完了，我的实时位置现在在飘啊，往前走了20-30米了，现在应该是稳住了。刚刚走的时候，小米的实时位置也对了，但是一停下它就跳回去了，然后与实际偏差特别大，就是在往右边斜了大概200多米。你看，它都到那个右边去了，它还在虚空行走，太变态了。我华为一停下也错了，又回到之前的路线上去了。我们2台手机又往前走了4-5米，几乎同时重新追划了，让我们掉头走。我们继续头铁往前走了，我们又往前走了10多米，2台手机又几乎同时追划了，是我们想要行走的路线了。导航现在让我们右转，我们依然选择直行。一不小心又走错了，看一下2台手机有什么变化，走吧。有变化吗？现在还没有，我们刚过来。我们刚刚过了路口，走了10来米，2台手机的实时位置都对了。华为的反应稍微快一点，我承认。你承认了？实事求是啊，我又不是那种米孝子，表现怎么样就怎么样。虽然我很喜欢小米，但是我会实事求是的啊。往前走了1小节，2台手机都同时规划了路线啊，但是位置都有一点错，都跑到校园里面去了。现在看好像是华为的亮，哎呀，华为要高不少嘞。因为我们刚刚这一节没有什么太阳啊。我们刚刚又过了一个路口啊，2台手机现在实时位置都是对的，导航的位置是在对面。 2台手机到目前为止的表现非常一致啊。那我的还是好一点吧，没有你的虚空行走。我们在这里故意停了一段时间啊，停下来之后，2台手机的定位都会回到对面，然后2台手机都会虚空行走一下。华为是走到476就停了，小米还在走啊，现在419，两个差了50多米了，还在走小米。 完了呀！那走完了呀。我感觉如果我一直停的话，它不会给我走到红绿灯那里吧？它已经快到了呀。坏了，还在走呢，速度还挺快的。我们那停了好久了，已经。我感觉比你走还快一些。对呀。到底谁导航好一点？真要到了，你看，跟开车一样，好快了，已经逼近红绿灯了。两个手机现在已经差130米了。华为是停下来就没有动过了啊。我等会看看你时速有多少啊？别急别急，我过了红绿灯再看。 已经过红绿灯了，我看还会过红绿灯了，我看还会不会走啊？哦，还在走，还在走，过了红绿灯还在走，现在322，我靠，它一直在动哎，差了150，
我操啊，越来越快了感觉。它1秒可以走个2、3米，你在干什么，小米？这真不是乱飞吧？哎呀，无语了，差了快200米了啊！小米因祸得福啊，位置差了实际的位置200多米，然后我走起来之后，它识别到出错了，就给我重新规划了。现在是规划了一个向右边走的路线啊，跟我们实际走的是一样的。而且它现在不徐公行走了，我操！怎么办？怎么办？我不想要这个福气，我觉得现在挺好的。我们刚刚又过了一个路口啊，过路口的过程中呢，华为的位置是错的。OK，你自己上去调理吧。我小米之前阴差阳错规划到新的路线上了。跟我一起来，跟我一起来。干什么啊？我在看安不安全。你看它是在对面，好不好？它现在要你走对面哎，你去给我走对面，快点。走对面不更不安全了吗？它你走对面就是要暗算你，你知道吗？那不能走呀，那肯定不能走啊。完了，哎，哦，你是，哎，对了，位置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其实就是动起来的话就是对的。小米肯定对啊。啊，它就是在这一边嘛。你是在马路上面吗？应该不对吧？它是在哪个位置？实时位置是有差别的，应该是靠右边一点。我们导航了45分钟啊，整个过程中，华为跟小米的定位精度跟他们实时规划速度几乎是差不多的。但是小米有很严重的虚空行走的问题啊，导致在某些环节可能会弯道超车，阴差阳错啊。但我觉得还是华为的表现要稳定一点啊。那确实是我们华为很好啊，就是最后一段路在走的时候，它的实时位置是非常准确的。亮度的话，在大太阳下两台手机差不多，但是在阴影处，华为的亮度要更激进一点，很亮。我们现在看一下两台手机的使用时间呢，华为至少4分钟，应该是没有记录桌面，所以我们今天就以小米为准了。华为现在还有83的电，小米怎么只有79了？现在中午的11点58分，我们使用了1小时47分钟手机了。我们现在在这里休整一下，正好金山产今天刚刚维护更新，感觉这个安装包挺大的，至少有2、3个 G 了。你华为金山产也可以用啊，可以装啊，就是卓一通装的呀。那你别的为什么不用卓一通装呢？高德那些？高德它只要有原生鸿蒙的就不能用卓一通装了。不想进去了。我们来到这个信号很差的厕所了，我们刚刚都已经开关了自动亮度，两台手机都有环节自适应啊。现在我们来联通打个电话，3、2、1，点。哦，秒通。啊，小米也通了 ，OK。微信来发送一个表情啊，3、2、1，点。没点上。算了，我再点，我觉得我一下就发出来了。我操！华为晚点还早发出来啊！小米这边还是没有发出来啊。坏了！哎，爆炸了！我再发一个。哎，我又发出来，哦，没有了。哎，发出来了！哎嘿嘿，你怎么办？无法连接服务器了，小米。你怎么办？完了！小米红啊！小米现在是收到了华为发送的表情啊，但是他自己发的还在转啊。在这个厕所待了一会儿，小米现在2张卡全都没有任何信号，直接没了，炸掉了。这我还测个毛啊！我不用测了，你玩吧，你自己玩吧。华为很爽啊，一下就刷出来了。华为这个抖音还是有点勉强啊，这个图都裂了。但比小米还是要好一点的啊。我们现在换电信卡吧。小米现在缓过来了，2张卡都显示有信号了。我们先用电信打个电话，3、2、1，点。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小米的屏幕亮度也变高了。哎，小米先通了一点啊。现在我们微信发送3个表情啊，3、2、1，点。哦，小米先发出来了。华为慢一点啊，就2个手机在微博这个环节，好像都有点刷不出来啊。小米已经有点死了，啥都没有。我觉得华为强一点，还能刷出来一点点东西吧。小米没东西啊，哎，换抖音吧。小米直接显示网络不稳定啊，加载不出来新的。华为也不行，华为第一个都出不来。怎么这个华为在这里联通信号比电信还好呢？好奇怪啊！小米2张卡又同时没信号了，外挂基带是吧？我靠！那这个厕所不管是联通还是电信啊，都是华为的表现好一点。现在我们已经到地下车库了，准备用他们的微信来扫一下墙上这个二维码啊。2台手机都是联通的4G 网，来吧，3、2、1，松，1米。扫到速度差不多，但是华为进去的快一点啊。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呢，大概有4到5米的样子。然后呢，灯灭了 ，OK， 还是微信啊，他们的网络也都是4G。来，3、2、1，走。哦，华为放大了，哇，哦，都放大了，有没有机会扫出？哇，华为扫出来了，哇，好猛！我天，华为好猛啊！跟我一样猛是吧？小米有没有说法？你不猛啊？哎，小米之前不是表现的还可以吗？亮灯了。也不行。哎，输了，不搞了。什么？输了，这是输了，小米认输了。
现在我们到很暗的地方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左边还是华为啊，然后我们要荧幕在那边挡着一点光啊。华为的取景光看着好清楚，跟夜视仪一样，非常的亮啊！来，3、2、1走。哦，华为非常快，小米会稍微慢一点啊。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3米的样子了，来，3、2、1松。哦，都很快。OK， 这里倒是没有什么很大差距啊。2台手机金铲铲都只能开到60加极招呀。你也只能开这么高吗？但是呢，我这个华为多了一个环境光遮蔽，它是没有的。那我就把它关掉吧。这个一般是那种开至臻画质才有的呀，都是均衡模式啊。你为什么也不能开高的啊？小米不是一直都不行吗？只有红米的可以开高，红米 K80至臻版可以开120加至臻啊。Turbo 4 Pro 可以开90加至臻，小米目前我是没有见过能开很高的画质的。是黄瓜吗？不会是你用过的吧？你是不是啊？啊，还要喂你啊？你是羊是吧？肯定要喂我呀。我感觉他生气了，怎么办？打了5分钟啊，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亮度。我感觉我小米玩着亮到这边暗了。又是最亮了是吧？你确实挺暗的，你确实挺暗的。我真不想迁就你了，我的天！你不迁就我，不迁就我吧，我这个太暗了。我拉到最高，就这样。哎呦，这差距太大了呀！这，你拉低点吧，拉低点吧。Easy 啊，这把必吃。你是个必吃的。你为什么还在查攻略呢？这不叫查攻略啊，你这就是查攻略啊！你说了你也不懂。你天天在这边自称高手。这个不是查攻略，这个是找英雄强化的垫子，知道吧？我要刷那个特定的强化。那你为什么不知道呢？这个刷新概率肯定是用大数据比较好啊。你们还是查攻略吗？查攻略还是有点用啊。我查的那个是电子的攻略，跟我这个没关系啊。阵容，你承认你查攻略了？版本最强烈。你是不是承认你查攻略了？水晶95，是的，没意思，我操。这把就打了36分钟，两个手机的帧率跟网络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进入到室内之后，小米的亮度齐上来了，我们后续也拉的差不多。但是我小米是有一点发热的，然后我现在桌面是锁60啊。华为正常的，现在华为还有62的电，小米还有59的电。现在是中午的1点11分，我们今天使用了2小时48分钟的手机了。接下来呢，我们把手机开个大致来拍点照片吧。打完游戏正好菜就上齐了，来拍一下美食啊！一共就是这么4个菜，其实还有一个小的菜在这边，我们就不拍它了。1倍就拍这4个菜，2倍就拍单个的菜啊。小米我们就用徕卡生动了啊，华为这边我们就用原色吧。它默认的就是原色了。华为是一开始就10倍到了美食模式哦。华为它10倍到美食之后，这个颜色确实感觉挺浓郁的。小米就没那么浓郁，但是感觉对比度很高啊。华为这个饱和度真的太高了，我的天！这个红枫是红枫在哪儿呢？但是我觉得华为的全景框其实是追上来了，它全景框其实显示的还挺清楚的，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华为的这个长焦是有长焦微距啊，它是4倍啊。我们拍一张啊。看离得能够多近，超级微距已开启，我把它关了。哎，怎么回事呢？就是为什么这个上面没有倍率的显示了？这个华为为什么突然没有倍率的显示了？自动触发微距模式了？没有啊，我关掉了。帮我重新推一下。怎么回事啊？那它又有了。我再点到4倍，我把超级微距关掉。它现在没有显示有超级微距啊，应该是关掉了的。看一下啊，主体突出，好，我点。我给它关闭，你看现在就没问题了，好奇怪啊！刚刚可能是软件 bug 吧？对啊，哇，华为这个微距非常厉害啊，大概就这么远了，我的天，这个就没有微距了，其实范围跟那个2倍差不多。我们吃饭期间就看 B 站原画的直播，并且打开弹幕，看一下2台手机的亮度啊。那肯定是华为亮一些嘛，拉满了好没我亮。我降低一点吧。你降低一点，你拉的跟小米一样嘛。吃饭的时候看了半个小时的直播，现在华为还有59的电，小米只有52的电了，我们差距又变大了。真的废物好吧？然后我们吃饭期间小米的屏幕亮度是回来了，后面我们也把华为给调亮了，两个手机的亮度一直是保持差不多的。我们准备2台手机用地图软件步行轨迹记录呀，但是百度和高德又没有，探测钟呢还没做好。我们用的是月跑圈这个呀，2台手机。为什么不用 Keep 呢？Keep 它那边放大不了，不是很方便，需要弄其他手机才可以。这个月跑圈我昨天试了一下是可以的。开始跑步吧。华为测个轨迹之路这么麻烦啊？这个软件不行，那个软件不行啊？能不能早点适配完啊？废物。今天我们的记录轨迹是比较简单的，
都是这种开拓的地带啊，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压力吧？应该是吧？等一下，为什么我这个那么小米的这个图标在自己动啊？我在原地没动啊，哎，自己在画线了。耶，哦，也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吗？你已经走了4米了， 40米吧。我们走了。有人要去开大，走吧。开到你脸上。我们还在开始的位置没怎么动啊。刚刚小米弹出了个提示说，当前信号弱，请到空旷的地带。这里还不够空旷吗？我们在商场这里信号应该非常非常好了呀。坐了个电梯上个2楼呀，看看这里能不能走通啊。这边是别人小区，走不进去呀。那我们在这里就掉了头往回走了。旁边有电梯不走，你为什么要走楼梯呀？哪有电梯啊？你的左边就是电梯啊。我们走了也有10分钟了，看一下2台手机的亮度啊。感觉还是华为比较亮啊，而且小米现在是拉满的，华为还可以再往上拉啊。刚刚一直走的是纯露天的地方，感觉太 easy 了。现在我们往这个桥下走一走啊，看看他们怎么样。我们已经走了14分钟了，现在暂停。那我们去商场里面坐着，看看他们的轨迹记录怎么样。我先看到的是屏幕亮度，华为为什么高这么多？开关过了吧？刚刚开关过了，这已经变暗一点了。小米个人认为也会是暗一点啊，但是华为这个显然没有适配好啊。它这个颜色其实是显示速度的，华为全程都是红色的，你看小米五颜六色的啊。你作为一个记录跑步的软件不显示速度，我觉得是很伤的。看一下起点，拉了一大坨大的这个起点。小米是出现了虚空行走的问题啊，所以它起点是弯弯扭扭的。其实我们跟我一样被拉了一大坨啊。你这个地方怎么交错了？它这里是没有交错的，可能有一点点交错吧，但是应该没有华为这么多。我们过着马路上了2楼，在上面转了一个圈。我感觉小米这边其实它精度是高一点的，我们是照上面这个形状差不多转着圈的，所以这个上面这里应该是没有交错，小米这里有点问题。紧接着下楼往前走，稍微往回折返了一点了。然后在这一节我们是上了一个楼梯到达那个小区门口，然后走的天桥啊。小米这个是对的，它是有一个凸起的。华为这里就是它只在那个便利店那里绕了一圈，没有上的这个趋势啊。然后我们过了天桥之后向右转，然后绕了一个圈从天桥下来啊。这个圈呢也是小米的要准一点的。这一块是上面有一部分被遮挡了，在桥下走的。这块2台手机表现是差不多的，都是有一点点凸起的，但我们其实走的都是直线。然后过完马路之后，我们就沿着街道走，最后是来到了地铁站的2号口啊。小米这个位置是精准一点的，华为没有到那个位置。那么整体表现，这个轨迹之路还是小米的表现会好一点啊。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整体的难度呢会比平时要低一点。现在华为还有55的电啊，小米只有45了。现在下午的2点33分，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3小时54分钟手机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坐地铁了。途中呢，我们会刷信息流，毫无波澜，疯狂点赞呗。你们是不是换手机了？换了，我现在都是小米啊。那你现在是在看他的手机了？我想用小米啊。他的手机不好看吗？不好看。换小红书了，换小红书了。襄阳口腔医院、香川路、小林廊武汉铁的。这个华为的亮度是很高啊。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在五一广场，这里人很多，好像都没有卡哎。看了10分钟小红书了，现在在刷淘宝，看一下。我们从地铁出来了，地铁途中刷了30分钟信息流，2台手机都没什么问题啊。现在在打微信视频通话，左边还是华为。我首先说一下啊，2台手机它的前置的视野是差不太多的啊。然后华为这边其实我们是把它的美颜关掉的，但是感觉它美颜痕迹特别的重啊，大家能看到吗？而且感觉很模糊，人的边缘是糊的。对，感觉糊糊的，你知道吧？然后小米这边呢就会清晰一点啊，但是还是会稍微劣化一点，小米这边就没有像 K80那样子比较好看了啊。但是呢，华为这边很明显的是，它这里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挡住了呀，看到没？它的图标会把下面的画面挡住啊。你是不是调大了呀？你有没有把它调大呀？我没有动过。你眼神不好，你每次都调那种没有默认的。然后小米这边呢，网络明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会显示一个没有网啊，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看这边是在动的，实时是在动的，就很奇怪呀，就各有各的问题吧。那我们看一下后置吧，可以看到我们是没有开的啊，那个美颜华为这边，后置的话，哎呀，华为这边也好糊啊，变差了呢。我记得之前好像是 Mate70还是什么时候，他们其实还比较清楚一点。小米这边是明显清晰度要高一些的啊，而且从他们的视野上来看的话，也是小米这边明显要广一些的。但是2台手机都不是特别亮的吧？现在，那行吧，我们就继续打吧，走吧。好的，朋友们，刚刚2台手机我们散了一会儿热，现在准备来录像了。小米呢，它其实是可以拍到8K 的啊，华为最高就只有4K 60帧了。
那我们现在拍我们的小宝，热不热？现在取景框的亮度是小米要稍微亮一点啊，华为是不是显得要远一点，视野要大一点啊？是的，就这1倍。我们现在在恰同学少年广场慢慢走过去，等一下，华为这个一开始录就变成3人帧了，已经不流畅了。好，走吧。哦，这取景框华为非常卡。好，我现在慢慢的转圈。哇，这太阳突然出来了！我操！啊，我感觉华为很抖哎，而且画面很卡哎。大家看一下，我不知道成片会怎么样，但是你看华为随便一抖就会很抖啊，看到没？小米这边几乎是没有动的，看到了吗？说实话，两个屏幕都有点暗，不一定能看清。好嘞，好嘞，我现在离远一点向他跑过去啊。哦，小米这边的取景框也开始变卡了。好，我现在跑着转圈。两台手机屏幕都挺暗的了，大家觉得防抖谁好一点？我从这个画面里面看，肯定是小米的防抖要好一点的。我现在过来看看你，屏幕有点暗，看不太清楚啊，大家就看一下这个效果吧。我再试一下他们能不能在拍摄过程中切换镜头啊，先切到他们超广角啊，都是可以的。那我再慢慢拉啊。好，现在都到1倍了，也是可以切的。OK， 我再拖。哦，华为也已经切到长焦了，小米这边也是切到了长焦的啊。我再拖到他们最大倍率吧。华为这边是20倍啊，小米这边呢是15倍。好，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来做两台手机的前置录像，两台手机最高规格都是4K 60帧。首先从画面上来看，这个华为是有点太还原了吗？因为可能很热吧，皮肤状态显得特别差啊。你这个皮肤并没有这么红哎。小米这边还相对来说真实一点，是红的。对，但小米屏幕亮度，刚刚我拉满之后，它又自动下降了，很暗啊。华为这边其实还可以切前置呢，它现在可以切一个广角。对，切广角。切完广角之后，它确实就会比小米这边要近一点啊。但那么1倍的话是小米这边要广一点的。2倍也可以切的。那我走一走。防抖的话，我感觉差不多的。哎呀，这小米又是降亮度了。但是我感觉小米这边宽容度要差一点。后面都播报了。好的，我们现在准备来用前置的人像模式啊，来拍我们的合影。可以看到，就是华为这边已经自动切到了超广角啊。华为这边它是一开始会让你选美颜开或关，我就选择了开，因为小米这边它也是默认有美颜的。可是华为这边我感觉就是有一点这种模模糊糊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小米是不是没有识别到荧幕的头啊？对，它在后面是有点糊的。好，我们又换了一个角度啊，你笑的真的好像伟人啊。现在我们用他们2台手机的拍照模式啊，再来拍一下。小米这边就给我缩到0.8了啊，但是它即使缩到0.8，感觉还是华为这边会广一点啊。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啊，其实颜色上我觉得华为的好像要好看一点的。现在没有太阳了，我们来拍一下小宝的人像啊，他的身后呢就是毛主席的雕像，我们就跟他合个影啊。2台手机的人像是这样的，小米是1倍、2倍、5倍，华为是1倍、2倍、4倍、5.6倍。那我们就不用华为这个4倍了啊，其实对华为呢是可能稍微不公平一点啊。好，先是1倍，然后3、2、1，哎，这里其实是有一点点逆光的。华为这边美颜默认拉得很高啊，小米这边美颜也挺高的。我看了一下成片，我觉得小米的效果还可以嘞，华为这边就感觉虚化的有一点点假哦。现在是顺光啊，我拍一下你们2个的合影啊，就用1倍和5倍吧，大家又可以把那2个字打在公屏上了呀。3、2、1，少年。好的，朋友们，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阳了。刚刚2台手机呢，我们拍完人像，又散了一会儿热啊。现在2台手机的屏幕就也还亮了啊。我们在这里再随便拍一下照片嘛，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云啊，那个太阳光从里面射出来挺好看的。我就随意拍2张，即兴创作一下。华为这边已经识别出来蓝天的 AI 了，我们就不去动它了。超广角感觉好像是华为广一点哎。这是什么达利园效应吗？那个好像是达利园效应吧。2倍就不拍了啊，直接到他们的长焦镜头。我觉得华为的层次感好一点哎。小米我们用的就是徕卡生动啊，华为用的就是原色啊。看完成片，我觉得也是华为的层次感要好很多，它比较接近我们现在这个真实的情况吧。10倍再来一张，我找一个对比强一点的地方啊。10倍，华为就一直识别出来蓝天啊。我现在拍一下樱幕啊，它现在在我对面，跟这个恰同学少年广场合个影啊。华为确实感觉这个层次感要好一点哦。这里我就只拍到他们的长焦镜头吧。3、2、1。
少年。下一组我们就再拍一下远方的毛主席雕像，就只用他们的长焦镜头，从他们的长焦原生焦段开始，原生焦段之后直接打10倍。好，接下来就直接来一个30倍。小米这边好像是已经开启了 AI 啊，好像有一点点下雨了，那我们就再快一点，我们再来一张60倍，因为有一点下雨了，我们就再拍一下我后面这栋楼啊，这里也就拍到10倍了，超广角又不拍了，这里直接就1倍。这现在明明是阴天，华为这边就是晴天，然后画面就特别的蓝啊，这是它自动的 AI。我刚拍这么多组，我感觉华为的这个处理是有点慢的。你点进成片之后呢，它还是要处理一段时间才会有最终的成片啊。小米这个就快很多。我们刚拍完照片啊，这个华为它的桌面已经锁60了，这还没有阳光直射呢。哎，小米怎么卡住了啊？小米桌面滑不动了啊？又好了，它还是120，这里刚刚卡住了。哎，好奇怪啊！它亮度暗啊，所以没有锁针啊，很正常。现在华为还有31的电啊。没差多少了，小米是27的电，现在是下午的4点08分，我们用了4小时58分钟手机了。接下来呢，我们2台手机用高德地图车载导航，会去河西、土龙、捷龙、南湖隧道，重点专注他们俩在隧道里的表现怎么样。现在马上下雨了，我们赶紧走吧。本来还想刷微博的，但是没办法了。哦，对了，朋友们，我们已经上车了，等会儿直接掉头就进入到隧道里了。他们俩是都有3D 车道及导航啊。现在我们是在最左边车道。右边的小米好像错了，它在左2车道看起来。好的，我们现在就要进入到隧道了。右边的小米车道又错了，我们现在是左边车道。哎，它过来了，车速差的有一点大耶。完了，左边华为没有速度了。现在他们俩差了能有100多米。我们现在已经在弧线上行驶了。右边的小米看起来稍准的，左边明显是慢了。前面就是我们岔路口，华为你在干嘛？差了这么多。小米稍微有一点点慢。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岔路口里了，小米滞后1点，华为滞后很多。小米在岔路口卡住了，哦，直接跳了一下。华为呢？华为离岔路口还有100多米呢。我马上驶出隧道了，这还隧道定位中呢，已经驶出来了。哦，华为跳了个大的 ，OK 了，我们驶出隧道了。这华为表现确实有点差了。今天2台手机的车载导航时间比较短啊，只有10分钟，主要就是隧道里面的差距。小米是延迟进入了隧道啊，然后在快要出去的时候闪现了一下，华为就更加离谱了，开着它直接不显示速度了，然后离隧道很远的距离一直没有变化，最后也是直接闪现出去了。现在华为还有29的电，小米还有24的电，现在是下午的4点29分，我们用了5小时9分钟的手机了。怎么说？给我们金主打了电话。Hello， 怎么说？你怎么又在健身啊？你怎么又在健身啊？不很正常吗？那确实没来了，你们这个群体确实挺正常的。那就开猜会吧。我觉得小米还剩30%，华为剩18%。啊？哎呀，华为剩18呀？对啊。你觉得小米比它好很多是吧？你不是米黑吗？今天突然就觉得小米又行了。好，小米是24。华为29啊，太意外了，好吧？心态崩了吧？你成分太明显了呀，现在显得很小丑啊。之前差距最高都到过10%呢，因为华为它亮度会高一点，后面差距就缩小了。这也太差了。你太小看华为了。怎么说？手机还是你借给我们的，所以才看得起小米吗？我提供了，当然我要相信他呀。我比华为差这么多啊，我不能理解，它电池还更大呢。你问金凡了，你问我干嘛呢？好吧，那你继续练吧，我们继续了。好的。OK， 拜拜。现在我们2台手机用支付宝扫共享单车2维码，这什么玩意儿？你这华为怎么一直自动放大呀？他想扫到啊，他车有码。而且它好红啊，快挪开吧。左边是小米。小米会稍微快一点哦。我们现在在出一门口，准备扫一下这个支付宝的2维码。你这个华为为什么这么红呢？感觉我的手烤焦了。红种人啊！来，3、2、1，走。哎，还是小米会快一点呢。好的，朋友们，我们已经到这个信号比较抽象的树一朝鲜草了。现在2台手机我们都在微信里面拍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华为呢是4G 网，小米连通5G 啊。来吧，我们是同时拍完的啊，但是没办法，华为的这个文件肯定是会大一点的了。这是我们选的已经是最小的文件了啊。720P 30G。对，好，3、2、1点。哦，华为是不需要导出的。哇，它已经开始发了，它4G 网，我天，它已经发了大概30%左右了。我相信小米。你别串了好不好？都不动了，290B 每秒。哎，你们有没有觉得可能华为的这一节啊，或者说某一个前面的进度才是它真正导出的？但小米速度很慢啊，它这里我就没见过高过。
最多也就100出头。华为我之前看到都500多。但是从现在的进度来看的话，是小米要多一点。对，我感觉华为可能已经发完了，毕竟它只是小米的1/5。如果正常的话，你很难说它是导完了还是发完了，好吧？小米也到4G了，它就又在发了。好的，小米已经发完了，华为也收到了啊。华为虽然一直有进度啊，但是文件呢也大一些，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吧。我们先来下载一个300兆大小的文件啊。3、2、1，点。不是凭什么呀？它是不是提前下了？它这里速度也就不到1兆每秒，为什么上来就好几十兆了？就点了确认，它就在后台偷下。你已经下的比较多了。哦，小米这是我是小米，我是小米，小米牛逼。哇，小米牛逼！哇，小米一直保持在很高的一个速度。完了，抢完了。怎么受理小米的5G 速度还可以嘞？对啊，小米是5G，华为是4G 啊。现在4G 不是陷阱了吗？懂不懂什么叫做无敌的外挂基带啊？它现在没有速度了，它掉到0了。哎，你别说话吧，它掉到0了，它切到4G 网了，切到4G 变慢了。这不能被反超了吧？小米牛逼，小米下完了，华为只下了100兆，1/3都不到。接下来我们开始打王者荣耀10v10，第一把还是120帧啊，然后自定义里面华为是开不了最高的，只能开高加超高了，垃圾华为啊！但是它亮度要比小米高很多。调调亮度吧，我把我亮度锁住它的。这把游戏打了不到3分钟，小米就100帧上下了。101啊，103。我们俩在同一条线上，按理说负载都是一样的。要死了。华为是稳稳的120帧啊。118，偶尔会掉一下。119 ，OK，120。哎，90了。90了，差不多。瞬间啊！在3分20秒的时候，华为直接锁到了90帧啊，完全没有任何预兆。啊？立刻掉了。你比白天多坚持了1分钟。小米现在还有98啊 ，OK，97，它是缓慢降了，感觉都稳不住这个120啊。怎么说？那我们现在要开性能模式吗？开吧。OK， 开启高性能之后，华为现在回到120了啊，不知道这次能维持多久啊？小米也回到120了，但是网络当中黄了一下。OK。又红了，你看。啊，红了。耶。一直在红。这个性能是用网络换的是吧？你网络有问题吗？刚刚锁90的一瞬间是红了一下，后面就没问题了。小米这个120怎么稳不住啊？现在112、111、114，啊，是稳不住的。这个性能模式是稳不住的。它现在还没有开到那种骁龙8E那处理器能够开到最高呢。这把游戏打了快11分钟，游戏刚开始开均衡模式的时候，小米就一直在缓慢的掉帧。后来小米开启了性能模式，它最低掉到了96帧。它途中网络还红了2次，都是在开了游戏模式之后啊。华为是在3分多钟的时候直接给我锁到了90，后面开启性能模式之后一直稳在了120，最低也就116、117的样子吧。网络只出现了1次红色。那第二把呢，我们就把壳摘掉，好吧？第二把10v10，我们先开90帧加 HDR 啊，画质优先一下。两台手机还都先是均衡模式。这把游戏1分钟了，这个小米怎么是60帧呢？就是60帧。你从一开始就60吗？差不多，一进来是65、6，然后缓慢到60，我开性能模式了。华为也不行啊，也是60、70帧啊，73，哎，你比它好一点。我也开性能。我刚刚开了性能模式，才没一会儿，这个小米就红了，现在又红了，张又红黄交替了2次了，你看3次了。而且它现在也稳不住90帧了，它现在79啊，80左右啊。动不了。哎，网络不佳都显示了。OK。华为90帧啊，没问题啊。但是你为什么是用性能换网络呢？等价交换了一下呗，这个性能也不怎么样啊，也跑不完90，又红了现在。烫嘛，摸一下来，有一定的温度，但没到握不住吧。然后华为是没有小米那么烫的。华为这把游戏打了7分钟，现在是锁到60帧，并且网络也出现了一定的波动啊，刚刚。你一说你锁到60帧，小米就争气了，到90了，张。它现在80多啊。小米开着游戏模式常态就是80左右。华为刚刚又460了，我操，现在又好了。那黄色，网络怎么变差了？干嘛？大指数。好大啊，拍不到。它过来了，你怕吗？我不怕。那你摸它一下。我还以为真的要摸呢。比什么呢？我红了都有1分钟了，你看直接死了。
好吧，它现在绿了呀，死了就绿了啊！你呢？华为网虽然也很差，经常黄红，但是没有它那么夸张啊。投降了，这把结束了，这把游戏结束了，打了12分多一点。小米一开始就是稳不住90帧的，后来我们开了性能模式，它的网络非常的差，经常460，红了能有10来次了吧。黄了也很多次，它反正一开性能，感觉性能变强了，但是就性能也没有很强。但是它开了性能模式也稳不住90，后来也有70多。华为刚进去呢，也是稳不住90啊，在60-70帧波动，然后后面开启了高性能模式呢，是稳在了90，但是7分钟的时候是给我直接锁到了60帧啊，并且后续它的网络波动也变得很大，玩得很难受。那么前面2把王者荣耀10v10呢，时间都比较短，所以我们再补一把，时长拉一下。现在小米还有9%的电。华为还有11%啊，我怎么感觉华为你要输了，崩掉了呀，怎么办？我们最后一把10v10直接开启性能模式，还是90帧加最高画质，把 HDR 那些打开了。第3把王者荣耀10v10，华为现在只有10%的电了，一进游戏亮度直接给我降低这么多啊！小米呢？那小米比你亮一点呢？我拉上了。华为在接近7分钟的时候给我锁到60啊，之前一直是90帧的。小米一直在缓慢下降，现在是70。68。哎呀，而且你网络怎么黄？哎呀，就经常红黄，根本玩不了。哎，华为第3把网络还可以，基本上没有什么。现在有了，我看他每次锁完帧，网络就会变差啊。这把游戏打了9分半，小米基本是60了。OK。不好意思，打了9分钟，华为回到90帧了啊，就可能它帧率下降了，就没那么热，它就回去了呗。等会儿你再下来是吧？这把游戏打了11分钟结束了，9分半的时候，性能模式的小米差不多是锁到60帧了，而且它的网络也非常的差，已经完全不想用这个手机玩了。华为前7分钟一直是90帧，并且网络状况非常好，然后它就锁到了60帧，网络变差。然后9分钟的时候，它就回到了90帧，然后在快到11分钟的时候，它又锁到了60帧。退出游戏之后，发现华为现在桌面是60帧啊，而且刚刚打游戏它会自动给我降亮度，我都给它提了2次，跟小米保持一致。现在华为还有4%的电，小米没什么问题，120帧，还有3%的电。现在是下午的5点36分，我们才用了6小时8分钟的手机。哎，今天这个负载其实真的比平时要低吧？游戏这些。我们还有着20分钟的 B 站4K 视频没看，现在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看 B 站4K 视频了，左边是小米，看他们亮度怎么样啊？亮度的话，小米亮一点，左边的。拉着华为给我拉着。你现在华为多少电3%。小米2%。小米这个网络芯片识别应该有点问题。未知网络 OK。但实际上应该是5G 啊。视频放了11分钟，现在他们俩都是1%的电，但是华为已经进入应急模式了。我先把 B 站加进去继续放啊。现在才用了6小时20分钟啊，我们先把 B 站视频放完吧。小米马上就要关机了。我看一下。6小时24分钟，现在是下午的5点55分。OK。马上关机了。啊 OK 没了。没有放完啊。华为在应急模式啊，还有1%啊。OK， 那恭喜华为，也就是6个半了啊，还不到吧？那么稍后我们会给大家进行总结啊，待会见。华为这个应急模式很奇怪啊，它是没有这个上滑的返回桌面，它直接退出了，没有那个动画，并且我如果退出的话，它就会直接关机啊。那几乎就是一样的嘛，这2个手机续航。那么就由我小米15S Pro 开始今天的总结。它用了6小时25分钟之后就没电了，没有进入应急模式。此时华为呢也进入了没有应急模式。对啊，没有应急模式。你说没有进入，你小米没有这个功能，这才没有吗？它没有，它不直接关机了吗？此时呢，华为也进入了应急模式呀，它退出的话也直接关机了，所以我们俩续航成绩也是大差不差吧，没什么区别吧。小米今天令我不满意的就是它的亮度实在是太差了，它一发热，它亮度就哐哐降，都拉不上来。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发热，我觉得整机一天都是那种温热的状态，尤其是拍照的时候，这2台手机我们都用了344那个散热的。它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高德地图的虚空行走非常严重啊，非常之明显啊。我们停了2次，它都往前走了能有100多米。不止高德地图，那个月跑圈也虚空行走了。对，就是它那个定位有问题，它的 GPS 感觉会自己在那边飘来飘去的啊。但它高德地图虚空行走反而因祸得福了，就重新规划了路线。就是它的网络可能一些软件识别不到吧，就说它是未知网络。还有什么网络信号差，但其实就是我们用的挺正常的。这个好像上一次它就有这个问题了，但至今为止好像都没有修复啊。它比华为好的地方，一个就是在书艺烧仙草里面，它的下载速度呀非常的快，也是很少见了。再有就是亮光扫码，它也比华为快一点。
华为就是在地下车处离得比较距离远的时候，它一下就扫到了。它暗光扫码那个取景框是非常非常亮的，看得很清楚啊，夜视仪。这两台手机的性能，我觉得都大差不差吧，是那种稍微有点差的那种。就是你要说绝对性能的话，那肯定还是小米会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它游戏那些东西可以开得高嘛。对，华但是为王者华为就开不都开不到高。对，即便如此，没有开高的情况下，他们俩今天的游戏表现，说实话也真挺糟糕的吧。开的性能模式也都稳不住120，表现挺差的。反正跟骁龙8E啊，或者调得比较好的8剑3，可能都没法打吧。小米我记得它的步行轨迹跟车载导航是比华为好一点的，当然了，车载导航它的表现也一般，步行导航呢，他们的表现大差不差了。主要是华为那个车载导航表现太差了，根本看不到岔路口，一下就从隧道里面就跳出要驶出隧道的那一段了。那么接下来说说我这个华为吧，它今天亮屏时间估计也就6个半小时啊，是跟小米差不多的。但是啊，华为今天的整体亮度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尤其是在大太阳下啊，它的亮度是比较坚挺的，并且调度也比较激进。而且到了室内的话，它的亮度是远远要比小米要高的，我看着很舒服。而且它这块屏幕看着很透亮啊，确实一块顶级好屏。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它微信前置视频啊，看着人的边缘有点糊糊的。我们实在是把视频美颜给关掉了，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美颜还是很明显，并且那个人感觉有点朦胧啊。而且它的屏幕虽然说通透吧，但是调色好像有一点问题，有点太鲜艳了。拍的时候感觉拍手，感觉我的手都被烤焦了，人也很红啊，看着有点本来也奇怪。挺红的，对，嗯你说我们最红的。还有在信号很差的厕所啊，它的联通是爆杀小米的，电信呢表现也比小米稍微好一点点。这两台手机都有一个很差的地方，就是在树欲烧仙草开启性能模式打游戏，动不动就460黄色，就根本就玩不了。尤其是这个小米表现更差。外挂基带嘛，这两台手机的拍照和录像，我们就交给大师来说吧。这个小米的规格是要高一点的，它最高可以支持到8K。华为呢就只能够4K 60帧了啊。我们同样在4K 60帧下录视频，这个华为啊还有一个老毛病，就是你只要点开录像，它的取景器的帧率就会掉到很明显不到60了。但是小米呢还是会保持在60帧，而且今天就这两台手机的话，在拍照录像那个环节的话，取景框一直差不太多的亮度，但最后呢是小米的会亮一点啊。华为的取景框虽然说没有小米的亮，但是它比起之前的华为是有些进步的，它的取景框的清晰度包括流畅度啊也是会比之前的稍微好一些啊。但是小米15S Pro 它的拍照其实就跟小米15 Pro 是一脉相承的嘛，表现也就只有那么好了。P280 Pro 呢，首先是有一个非常强的长焦微距啊，非常强的，可以说是第一梯队了。而且它在很多情况下，它的拍照的层次感其实是比较好的。反观15S Pro 呢，那个长焦微距就很尴尬了啊，可以说就是没有的。我们华为今天一天用的都是它的原色模式啊，但是也有可能是它的这个屏幕调得比较艳丽，所以呢，我们在它的屏幕上看，感觉那个饱和度经常是溢出的。虽然在有些情况下呢，它的拍照确实会比较好看，但跟真实可能就差的相对来说就远一些了。小米呢就是那种比较素的风格吧，它的徕卡生动我觉得也没有特别的艳丽啊，就是整个的颜色还是算比较真实的。即使在那个美食环节啊，美食环节其实一直都是小米的一个弱势啊。而且这一次华为我其实是感觉不到它的红枫原色到底在哪一颗镜头上啊，我没有很明显的感觉。我觉得它跟之前 Mate 70系列其实是有比较明显区别的。这两台手机如果以我个人的喜好的话，我其实是会选择华为的，因为它的成片我是更喜欢一点的。但是我们今天毕竟小米用的是徕卡生动嘛，也有可能在徕卡经典下我会更喜欢一点，因为我个人其实是一直都还比较喜欢徕卡经典那个影调的，有的时候拍出来就会很有感觉啊，只是我们今天没有用。另外我要提一嘴啊，今天最多的时候华为是拉了小米10%的电量的，但最后他们俩续航却差不多啊。感觉华为还是老毛病嘛，前半段的电量比较坚挺，后半段感觉掉的就比较快了。也有可能是它打游戏那种高负载的情况下耗电会比较多一点的，处理器对这里不太行。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啊！更多精彩视频请继续关注离线玩家我 online 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拜。这两台外形你们会觉得哪个好看一点？我觉得都行吧。15S Pro 我是真挺喜欢的，它这个壳很帅。我觉得华为好一点，华华为有点太秃了，华为握的手感好一点。你们吵吧，我先走了。